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要分享我日常会做的保养。最近用完视黄醇脱完皮了，现在的状况完全可以用美容仪。通常每周我都会用1到2次的美容仪加强保养。最近用的比较多的美容仪可以分享一下。这一集主要是皮肤管理部分，我今天想要针对抗老部分。今天会用到 PDRN 的产品。目前是早上的时间，我刚洗完脸，先上第一道神经酰胺的化妆水滋润版。刚忘记说了，脖子部分也会做到哦。怎么样淡化脖子的纹路，还有针对淡化脖纹的保养，这是我日常会做的保养。今天这一集也会详细的分享哦。我刚刚下巴跟鼻子部分呢，我有做一次化学性去角质，用的产品跟上一次一样，黄色那支啊。化妆水之后，我想要做导入，今天用 PDRN 的精华去导入。那这个 PDRN 曾经分享过，它是一瓶的，这款有20% 的 PDRN 的成分，浓度比较高。市面上我目前用到很多都最多个位数字，有的甚至是0.0000几%而已，就是什么100 ppm 啊，1000 ppm， 那个量其实很少了。我用到这个是20%，蛮有感的，但是用多可能会容易长粉刺，所以我不会每天用。我现在都是用来导入，加强皮肤的保养的时候就会用它。今天皮肤这么吸收就没问题了，干皮的朋友们也没什么问题，可以加到你的保养品里面，比如说精华或者是面霜里面用，也可以单独使用，把它当成精华。但是这个会跟某一些产品脱离打架，比如说维他命 C 的产品，如果它偏酸一点的，只要跟酸类的产品合在一起，它都会搓泥，所以平常我很少用它。你看它流动性很强，有时候都会弄到眼睛，真是。最终还是要拿过来，就是这一瓶了，剩下不多，因为要 refill 啊。这边怎么 refill？ 上次有教过，这边用力就这样子，然后反过来倒哦，然后后面这个往后抽，但是不要抽太大力啊，抽到一半就好了，不然它会整支掉出来。剩下不多，如果不用的话，就可以用盖子盖住。脖子想要来一点，这个是有滋润度，虽然它很水，流动性很强。但它吸收完之后会有点黏黏的感觉，它成分超级少哦，印象中是9种而已，很单纯的成分，没有人工香精、酒精、精油、PG 添加。今天用的导入美容也是这个 MyChest 的，这个是新的产品，也是最近林志玲代言的，它是多功能的，后面这个头是可以用来打激光，是适合敏感肌的，而且可以调这个能量。但是我本身对光有点敏感，如果光加热，其实应该说我对热力比较敏感，如果它会发出比较高能量的热力，我的脸颊的斑点就会加深哦。之前去年呢，我有接到一个合作试用他们的机器，就是不同家的面罩的美容仪，现在不是很流行嘛？我用一次，其实感觉到脸的皮肤好像变深一点，那我不相信，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心理作用嘛。然后我就用到第2次，再用到第3次，还加强去使用。我用完之后，整个脸深了很多，变黑了，然后我的斑也变得很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可以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所以我从此之后我就不会用任何的红光的面罩哦，我就不会再用了。那这次我用这个美容仪啊，也是厂商给我的，它的功能性还不错，但是它的激光这部分啊，原来对我还是有影响的。那我就判定热力比较强的都会对我的斑点有影响，所以我现在是不太能够用这类的商品了。目前我是用它的导入跟导出以及微电流这部分，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因为它是有限的输出电量会比较强。我是感觉它的导入的效果跟我平常用的有差别，只是使用的时候要插头比较麻烦一点。今天用它来导入补擦一下，又用完整支，所以我导入用的量会比较多。我先开它的导入模式，欢迎使用 MyTrax 美容仪，提拉模式、清洁模式、导入模式。我用导入模式，导入导出都是没有调整的，只有微电流它可以调整的，以及激光部分也可以调整。你是可以在敷面膜的时候用它的，就是隔着面膜纸去使用它。这个就是用什么产品都可以，不过你要注意，有一些产品它可能比较不容易感应。
它的说明书以及官方呢是教用化妆棉固定到这个头，那这个头是可以固定，这是用持力，这个很容易拿出来，也很容易放回去。化妆棉的感应就一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会有点刺激，在我的脸一直去擦拭，其实对敏感肌非常不友好啊。就敏感肌不适合一直用擦拭的方式，除非你一直补，让这个化妆棉很湿，我觉得比较麻烦，用多也会漏出来，所以我直接这样子用就比较人性一点了，也不会浪费。化妆棉会吸很多产品的，这样子用了一段时间，它还是有效的，而且我觉得效果应该有比较好，它直接导入进去，不会隔一层东西。但是导出了就一定要用化妆棉了，导出部分蛮优秀的，第一次导出来的化妆棉比较黄，之后就没有那么黄了。眼周、眼下也可以，这样就可以眼部跟脸部都同时保养到。甲状腺、喉咙中间就不要用哦，所有美容仪都不适合用在喉咙中间，都要避开。侧面可以，大概5分钟左右，它就会自动关机。如果想要继续导入，可以再按一次。今天想要再用一个模式，就是微电流。其实这个微电流的模式，它是可以配合任何的精华、凝胶，或者是配合化妆棉。这个化妆棉只要湿湿的，它都可以操作。但是我觉得化妆棉长期这样子操作下去，会有一点伤皮肤，有点磨损到皮肤。我也是直接用的，因为每一个媒介都会影响到它的电流的输出。你会感觉有一些产品用起来特别电，有的用起来比较温和。如果你想要温和一点，就用化妆棉隔着。我想要它的效果比较正常一点啦，至少不要太强烈，也不要太温和，太温和就没什么效果。所以我就用这个 Medicure 的凝胶，这个是当媒介用，因为它成分比较温和，没有香精的添加，也没有 PGC 的添加，适合敏感肌。所有的 EMS 以及 RF 的射频美容仪我都是用它，精华部分我就不把它擦掉了，直接用这个凝胶。额头我就不太弄了，轻轻带过就算，因为这个美容仪的微电流跟 Medicure 的双擦的那款有点类似，它会让你的皮肤肌肉动，一旦它会动的话，眼周就不适合用了。有一些微电流的美容仪，它是不会让你的皮肤肌肉动的，那种你用在眼周、额头都没问题，都还好。但是会动的话，它会让你的皱纹更明显啊，你平常已经动够多了，所以眼周这部分我就会避开，眼周跟额头我都会避开，只用下巴这边的线条以及这个法令纹这边的苹果肌这边，让它动一下，运动一下，这样可以保持肌肉的紧实度。欢迎使用 Matrix 美容仪提拉模式。那提拉模式这边是可以调的，你看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9档、10档、10档，不知道谁会用到10档。4档、3档。我3档就好了。第一次用的朋友们，先用1档哦。哦，因为太久没有这种感觉，很没有习惯到，弄下去我就习惯了。我觉得1档、2档差不多，好强哦，3档都很强。你看，就是不适合用到眼周，有点丑啊，我现在。这边有点酸酸的，好丑哦，我的脸。这个美容仪啊，是做给轻熟到熟龄皮肤的人士使用。那我的年纪也算是快到熟龄的阶段。这个电真的有点强烈，但是有时候很爽。好，我就用到这里。看一下，这边我还没做。是不是这边已经有明显的往上拉提的效果了？效果蛮不错的，尤其是即时效果。我们做这边，脸上的凝胶其实快吸收完了，这时候有一点拉扯，建议可以补一下凝胶。
但是如果你觉得差不多了，我不想补了，也觉得效果差不多可以接受，那就可以关机。它的 EMS 微电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印象中是10分钟啊，这边还蛮舒服的，因为有一个穴道，它按的时候会有一种哇好爽的感觉。因为额头这边呢常常都很紧，所以我用微电流这边哇好爽，会很舒服啊。但是没有这个问题，朋友们也可以不用。我怕你会觉得奇怪，但是我觉得用在额头上，它会有放松，帮我把这个肌肉撑开。我这边肌肉有一点像天生，因为我看我哥，我的家族都是这样，某一边呢，它的皱纹会比较多，就这边会有一点皱褶，特别这边的，另外这边就还好，比较放松。用到这边会特别酸痛啊，那另外一边就还好，正常。所以应该是我们的肌肉这边啊都是比较紧的，弄到后面呢，虽然它还是会动，但是呢电流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强了。每一节已经几乎吸收完，它就没有那么出电了，差不多了。再见。就是效果蛮不错的，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用它导入以及 EMS 的模式，虽然有一点麻烦用起来，但是它的效果效率好像真的有比我正在使用的同类型的美容仪更加的明显，效果有比较好一些。好，现在我们来敷个面膜，那脸上的东西可以不用清洗了，直接敷面膜就好。今天敷这个安妮尔的 PDRN 面膜，安妮尔这个面膜一开始推出的时候有一点贵，所以我没有买，因为我买东西的时候刚好送了一片，那时候我觉得还不错，成分也 OK， 只是没有觉得很厉害啊，就很普通的保湿面膜。我有买它的精华以及面霜，我觉得最好用是它的精华，最值得买也是它的精华。面霜我没有很喜欢，因为涂在脸上它很容易让我产生更多的粉刺，偏滋润一点，质地没有到很油，但是它偏滋润一点了。如果你是偏油肌肤用就不太适合。那这个面霜哦，平常是用来敷紧膜面膜之前可能会局部使用，敷完之后效果就会加强，还蛮不错的，比单独涂抹它更好用。它的 PDRN 的系列都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G， 都是没有任何香味的。面膜我等一下一边敷一边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其实真的蛮普通的，虽然是有添加 PDRN， 但是成分超级少，很低浓度，成分主要都是水啊、多醇类的成分，有添加 B5 以及一些植物的提取物，还有多种玻尿酸的成分，但看整体成分真的没有那么稀，它精华成分更好，我觉得浓度会比较高一点。现在它的价格降低很多，我是一整盒买的，一盒里面有10片，拿出来颜色是有点蓝色调，跟它的精华一样，没有任何的色料添加，是它成分里面的。我先把它的紧膜，这个蚕丝紧膜纸应该是天丝吧，差不多了，折一折放到它的袋子里面，它精华蛮多的，大家看。通常我就是这样保养，它的面膜质地有点像果冻那种，会比较服帖。那现在我们用在脖子上，它的头是这样尖尖，很容易对准纹路，对在你需要加强的纹上。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肤感还不错的。我觉得它的质地算是比较轻薄，但是又同时保湿滋润度比较高，还蛮不错。所以整体使用感觉是舒适，但是锁水能力、滋润保湿度也很好。这个特别适合干皮使用。刚挤完之后呢，这样拍。接下来把紧膜敷上去。敷15分钟到20分钟，等它吸收到后面有点开始干的状态，你再把它取下来，效果会更好。如果它还是湿湿的，你再取下来，我觉得效果就没那么好，因为很多产品它还没吸收完，可能等个20分钟差不多。那现在你可以做其他事情，看电视、做家事都可以。这个时候我都会做家事。面膜已经吸收完了，大家看，我把它卸掉咯。脸部也可以拿下来。
脸的皮肤变得很亮白耶。我觉得这个导入美容仪真的特别有效哎。保养完之后呢，脖纹真的有变淡哦，还不错。这个就是我日常会做的保养咯。脸部我想要擦化妆水，马自亚麻松山油脂化妆水。那现在我想要先做颈部的保养，今天这一集颈部保养会比较多，脸部日常的保养我会放到下一集哦，不想影片太长。脖子我顺便擦了这个化妆水，平常我是用一些用不完的化妆水，我就会用在脖子上了。上一集我是用 S-Skin 那款，这也是可以用在脖子上。它里面有多肽以及胶原蛋白的成分，也蛮适合的。而且它吸收完之后不会黏。之后再用这个视黄泉的精华，所以现在是白天，但是我想要试用给你们看，我不会出门，等一下擦防晒就好了。看一下它的质地，超级舒服的质地啊！记得后面都要擦哦，这个超推的，真的有效，可以试试看。一瓶有150毫升，几百块台币，这个价格很高 CP 值。官方网站可能700-800台币一瓶嘛，有时候做优惠2瓶会打折，大概500-600台币就可以买到了。白天的时候我通常是用维他命 C 啊，我就直接擦颈霜或者是面霜，这个面霜可以当成脖子的颈霜去使用。它含有多肽的成分，可以抗老。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它是这样的质地啊，其实很好涂抹开，但是它涂抹开之后，有时候会有一点白白的。试给你们看，我这样子涂，可能会有一些白白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它会消失，就算你不管它，等一下它也会消失的。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吧，拜拜。